干什么的？宾客司傅大人要提审姚云。傅大人，请。是你，我可算见到亲人了。在这暗无天日的海岛上，真是生不如死啊！谁是你的亲人？你走到今日这个地步，完全是咎由自取。我没有什么过失。你们抓我是冤狱，我要见延平王。犯人姚云，听着，念你是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女儿，我奉延平王之命，让你写一封平安家书回去。你们发善心了，让我写平安家书。我平安吗？我才不给你们装门面呢。嗨，实不相瞒，我们延平王有意同清廷和解。俗话说，冤仇易解不易结嘛。因此，临行前想让小姐修书一封。我才不会上你们的当了。写家书也行，先把我和施世宗放了。要是和谈成功的话，放了小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过目前还得暂时委屈你。再者说了，你写一封家书，对你也没什么坏处，至少你的父母还知道你活在这个世上，你说是吧？好吧。我是这次出使福建的使者，施公子告诉我，姚小姐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希望你把忘掉的事都回忆起来。放心吧，我闭上眼睛就能想起来。上朝！政务在于精勤，在于君臣同心，在于纳谏进谏。朕不敢贪图安逸而惰志，朕愿以肝胆事诸卿，愿诸卿能不疑不藏事于朕。朕广开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愿诸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平身。谢皇上。开始奏事。臣孙会禀奏：水师受挫，充分证明了施琅之不可信任。臣于5月21日早朝中，曾陈述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自厦门移师铜山，是不治轻狂之举，果然被臣言中了。今施琅因台风突发，使之南风不可用，不得不移师北返厦门，往返南北，浪费粮饷，如此才智，何堪重任？臣奏请皇上当追究施琅受挫之咎。
臣梁金彪禀奏：水师进军受挫，其行动本身就证明施琅之谬。施琅其为人度量偏浅，恃才骄纵，专横争权。就任水师提督伊始，就以进剿事宜，理应独任的蛮横，排挤福建巡抚吴兴作，此次移师通山，自行其事。是总督姚启圣若无误，是煌煌朝制若虚设。现时水师情况如何？臣深感焦虑，特奏请皇上当严惩施琅，暂停进军台湾。臣徐元文禀奏皇上：水师进军受挫，违背天数，天下一境的预示。臣夜观天象，紫微垣平帆清晰，紫气祥瑞，两番辅星序列，不移不闪，地星明亮，辉映八极，主天下太平。臣奏请皇上，凡事不宜开端，当以安静为主。有违天时而动之人与事，当早作驱除。今天的玉门听政，朕听到了一个不治轻狂的施琅，听到了一个专横争权的施琅，听到了一个浪言浪语的施琅，更是听到了一个逆天数而动的施琅。看来施琅在几位大臣心目当中，真是罪孽深重啊！朕这里也有一份奏折，明珠啊，臣在。你来代朕给大臣们念念，让大臣们欣赏欣赏。这臣两人于5月15日抵铜山，举目所见，水漫街巷，树倒屋塌，心境凄然。台风之烈，诚然人莫能测，人莫能抗。总督姚启圣与提督施琅均认为南风不如北风，遂移师厦门。这份宁海将军喇哈达和兵部侍郎吴努春的奏折，朕是6月2日看到的，其中提到对施琅的弹劾和今天议会上各位大臣提到的几乎是同出一辙呀，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啊。看来朕真的得像徐元文说的那样，对逆天时而动的人和事早作驱除啊。几事中孙惠，几事中孙惠，几事中孙惠。臣在。别人插手台湾之事，说对说错，说深说浅，朕都可原谅。但你不行，你是收受了别人的2000两银子，替人张目，还在御政会上振振有词，大放厥词。来人呐！在。摘去几事中孙惠的顶戴花翎，交刑部议处。皇上，皇上，臣有罪，臣有罪呀！皇上。退朝。吾皇万岁万岁万岁！皇上，平身。光帝啊，臣在。你刚从福建回来，连口气都没喘匀，朕就把你召来，真是辛苦你了。亲遇往事，臣子本分，何敢言辛苦？
令堂身体如何？托皇上洪福，已大安了。知道朕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见你吗？是为玉门听政之事吗？不错，在听政会上，由于禁军受阻，是众说纷纭呐。有的说台风莫测，有的说南风不如北风，还有人说施琅筹划有误。哎，光帝，你当时身在福建，对于禁军受阻一事，可有听闻呢？启禀皇上，臣不知兵事，不识海情，对皇上的询问，不敢妄加议论。臣在回京途中曾去看望施琅，臣愿以会晤施琅之情状禀告。你是不是也遇上那次台风了？正是。5月12日，臣在归途中，台风发作，暴雨如泻。从一位路人的口中得知，施琅已移师铜山。臣念水师之安危，又惦记施琅之情谊，遂折道前往铜山，于5正时分到达铜山水师大营。战船损失多少？战船无一损失，只有20几根桅杆为台风所折断。将领士卒有无伤亡？将领士卒无一伤亡。这怎么能叫惨败？连仗都没打，怎么能谈得上失利呢？这朝中有些人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呐。回皇上，战船将领虽无伤亡，但军营之中却呈慌乱惶恐之状。有的说总督进兵方案甚佳，有的说南风不如北风，有的说台风发作人至莫测。看来皇上决定派施琅专征是对了，否则的话将更难收拾。见到姚启圣了吗？他在病中，臣前去病榻前探望，臣冒充郎中，给他开了一剂猛药。想必是虎狼之药吧？虽是虎狼之药，却也是药到病除啊！他已经难言报愧了。启禀皇上，既然如此，臣以为皇上也不要下旨切责申斥了。流放孙惠，他能不知惭愧吗？在征台的几年当中，他也还是功大于过的，鞭打他，也会疼在施琅的心上。朕听你的，这件事情，朕会装作毫不知情。光帝啊，臣在。施琅到底有没有必胜的把握？他说那些反对者不知道北风是图幸万一，南风才是实权之算，到底是何意啊？施琅是有成竹在胸的呀。施琅以为北风发作，入夜更甚，鱼贯而行，难保不散，无以定泊江河以战。而乘南风出发，风微夜静，可以定泊，举之必胜啊！昔转意不前者，是别有所图，充耳不闻，自负专横，徒叹奈何。水师大营中有传言说是台风突发，非人至莫测。这施琅又有何解？施琅认为，台风发作诚然人至难以完全预测，却也有其根本规律可循呐。一场台风发作的3、5天之内，绝不会有再次的台风发作。为将领者，当抓住台风的规律用兵，3、5天之内即可结束澎湖决战。反对者到处散布台风发作人至莫测之论，若不是被台风吓破了胆子，就是利用台风之威而别有用心。光帝，臣在。若是海战之中真的遇到了台风，会不会全军覆没？诚然。
如在海上遇到台风，纵有100万战船，俨如一粒骨壳散于波涛之中。然而，战船不似商船，轻便而灵活，不致全部沉没呀。至于战斗，当然是无法进行了，双方都处于自保之中。我船不能行动，敌船就能战斗吗？我船不能借台风之力，敌船就能借台风之力吗？台风与敌我双方都是公平的。好，这样，光帝，回头你到玉门听证会上，把你刚才跟朕所言，跟那些大臣们好好说说，长长他们的见识，开开他们的眼界。这。吾王千岁，千岁！平身，谢吾王。赶劳延平王的大驾，刘总督又专程从澎湖赶回，实在是不敢当啊。哪里的话，傅大人此去福建，当以王室大计，黎民生死为己任。谢谢总督大人教诲，此去福建，下官愿意时时以王室为重，再加上托了延平王的鸿福，希望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宾克斯傅大人亲自渡海与之谈判，并非易事，拜托了，望好自为之，以台湾安危为重。请延平王大人和刘大人放心，下官一定不辱使命。好，登船吧。且慢！刚才接到告发，宾克斯傅维林是福建总督姚启圣收买的奸细。证据何在？谁要是胆敢诬陷宾克斯，那可是要反坐的。哼，当然有如山铁证。傅伟林受命为使后，先后探访了狱中的施世宗和姚云，以写平安家书为名，让姚云根据回忆画了澎湖海防图，准备献给施琅和姚启圣，让他们来打我们。我不信。宾克斯一向洁身自好，勤于王室，这一定有人栽赃陷害。延平王，冯大人，确实有人陷害本官。哼，当然。我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洪旭，你不是有证据吗？当着大家的面拿出来。若是你血口喷人，那你可是要受重罚的。把傅大人的箱子一搜，便见分晓。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傅大人若是清白，不会怕搜吧？嗯。打开！证据找到了。这是傅大人的东西吧？哼，这成何体统？想排除异己，也不能用如此手段。哎，让我看看。总督，你看看，这个澎湖的部署图是真是假？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到澎湖以后的布防图啊！
炮台、船港、码头全在这张图上。傅维林，你这死有余辜的奸细，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延平王，定是有人加害本官，恳请延平王明察。我不信。傅维林只到过澎湖一趟，从没离开过娘妈宫。他怎么能把澎湖36岛全都标在图上呢？他没那么神。傅大人本人当然可以不去，可有人去过。施世宗和姚云去过。胡说，血口喷人！我跟他们根本没关系。当然有关系。你用暗语和施世宗联系，说姚云的记忆力最好，你就跑到海岛上去找姚云，让他依照记忆画了那张澎湖海防图，由你带往福建。你自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啊？你每次到监狱里的谈话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哼，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傅大人，没想到吧？没等扬帆就已翻船。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把傅维林给我绑起来！是。哎，你，傅维林，没想到你会做出如此之事。哼，刘大人，你听我解释。刘大人，我不管了。就在今日，就在鹿儿门军港，放开我！我要斩傅维林之首，祭旗！慢着！事已至此，我傅维林死不足惜。各位，你们都生在福建，同根共祖，可如今有人想把我们推向绝路，我们还能听之任之、沉迷不醒吗？冯锡范就是这样的小人，他甚至不惜把咱们的台湾出卖给外国人。给我堵上他的嘴，把他给我带下去！是。你，冯锡范，你不得好死！冯大人，是不是把施世宗和姚云一同处决？那2个再留2天，他们是笼中鸟，生死牌在我的手上，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还去谈吗？当然。也用不着改派使者了，就提升义将蔡由雄为正使，总稿黄学为副使，坐着我们这条官船过海去吧。遵命。公主，你得想开呀，不吃饭不吃药，这病能好吗？谁也别劝我，没用。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个性。唐太妃心太狠了，让人禀报了好几次，一次都没来。听我的话，谁也不要去禀报，我只求速死。我不需要别人来同情我，我只求速死。太妃到。太妃，孩子，我可怜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您看我病成现在这个样子，你应该高兴，应该称心如意才是。你以前那么想让我死，我都没有死成。现在我总算要死了，再也没有人跟你作对了。孩子，我知道你恨我。我知道你一直不肯原谅我，我也知道你遣返与我亲热，也只不过是为了保护施世宗罢了。你叫我一声娘，也只不过是敷衍了事。可是你知道吗？我这辈子
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你能真心实意地喊我一声娘，这样就算我死了，我也心满意足了。哼，你笑什么？你。孩子，娘给你跪下还不行吗？太妃，快请起！这怎么能行啊？哪有太妃给女儿下跪的道理啊？太妃，是我不好，是娘欠你的，是娘对不起你。孩子，你只要说句原谅我的话，娘就算是一头撞死也愿意。一个很坏的人，能真心爱他的女儿吗？能。孩子，也许我是个坏女人，可是我对女儿的爱是真心的。你知道吗？你一直想害我，你不认我，你甚至把我推入大海里，想淹死我。我强迫自己要恨你，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恨不起来。娘，快起来吧。你这算是原谅我了吗？先起来再说吧。如果我不是快死了，我是不会心软的。傻孩子，你快别这么说。你是一朵花，还没有盛开呀。若是神明，他一定要惩罚我的话，那就让我去死吧。不管怎么样，也不要把灾难降临到我女儿头上。其实，我的心早就死了。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一家人明争暗斗，落井下石。我以前还有一些留恋，可是如今什么都没有了。孩子，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从前娘没有尽到为娘的责任，娘以后啊，一定要100倍的、1000倍的补偿你。你可千万不要往窄处想啊！娘，您根本就不知道我丢了什么，我需要什么，娘知道。其实我也听说了，不过，不就是失掉一个失世宗吗？天下好男人有的是，乖孩子，娘今后为你选一个天下无双的夫婿，好不好？我现在已经不想这种事了。要是娘想帮我的话，就把我送到失世宗牢房里去，我想跟他一起死。您不说您欠我的情，欠我的母爱吗？那您就成全我吧。孩子，你这话让我听了太难过了。可是你不要忘了，傻孩子，你是堂堂公主，你怎么能去坐牢呢？你怎么能跟一个奸细关在一起呢？如果您觉得我坐牢不好看，给王氏丢了面子的话，
那您就把施世宗放出来吧，啊！求您了，娘。乖孩子，你不要为难娘了。如果仅仅是因为施世宗是奸细，我也可以徇私放他一马。可是傻孩子，人家心里另有其人啊！我不管他想谁，我不管他心里有谁，我只要他一个人。娘，我求求您了，答应女儿吧。太妃，你就帮帮公主吧，您就是她头顶上的天呐。你倒是会说话，可是你别忘了，为娘身为太妃，王政毕竟不是家政，娘也有办不到的事情。有些事情也不能太越格。孩子，若是施世宗想要你，肯当你的夫婿，我也好说话。我就是赦免了他，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可是他现在不要你呀。那你总可以让我见他一面吧？你还是想到监狱去看他的话，我让人先把他放出来，挑选一个地方让你们见面。不过不能算是完全自由。那就把这儿当成监狱。要是您怕他跑了，就调兵把这里3层外3层包围起来，这您总该放心了吧？娘，不管怎么样，你得给我一点时间。施世宗如今奸细的罪名已经确定，我就是徇私的话，也得从长计议呀。2位大人的公子和千金都很好，听说台湾海峡有机会化干戈为玉帛，尤其兴奋。再三托我向2位大人致意呀。为什么不请他们一道回来，也便于从中斡旋？当年小女可是随你们的议和使节傅维林一块儿去的金门呢。这暂时不大方便，他们都忙。不大方便，带着手铐脚镣，当然不方便。你们口口声声说什么西议书城，却扣着我们的人质不放，诚意何在？大人一定是听信谣言了。令郎封了忠义侯，在台湾过得好好的，他倒是顾面子，怕回来被人指责降敌，也怕给父亲带来耻辱。先生够能巧言令色呀！我设立修来馆是干什么的？台湾的一举一动，休想瞒过我的眼睛。你一个小小的义将，哪有资格和我朝廷的一品大员封疆大吏谈判？不过是在寻找机会，求得喘息而已。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原来派宾克斯、傅维林为主使，我们2位只是副使而已。不曾想登城之日，傅大人突患中风之急，故不能前来，我们也只好勉为其难了。你真以为我们的耳目闭塞到如此地步吗？傅大人所患之疾是断头之疾，还能医好吗？这且不论，你们自相残杀，这是你们自己的事。说说你们此次渡海前来的用意吧。我们延平王想罢兵修好，别再这样剑拔弩张、兵戎相见了。早该如此，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
朝廷派了那么多使臣招抚你们，给了你们那么多的优惠条件，允许你们不入贡、不登岸，你们就是不干。就因为你们想自立乾坤，才招致大兵压境之危。这回你们想明白了吗？对不起，兵临城下所定之盟，只能是城下之盟了，不会再那么优待无边了。谈谈你们的条件吧。我们延平王久有木化相德之心，我们的条件也不会太高。就依藩属之力，称臣纳贡，奉清朝为正朔。在台湾的人不剃头、不登岸，只要留给我们通商口岸，就这些。如果同意，请急派大员过海到台湾签订协议。条件还不算太苛刻，不过以藩属国之列，恐怕不妥。这一条，我朝从未有过妥协。请问蔡义将、黄总稿，你们二位是何方人士？在下是晋江人，黄大人是惠安人。上述几代，台湾的居民恐怕不是闽地人，就是此地的客家人。你们当过藩属国的国民吗？这一条断然行不通，只有剔除，我们方能谈。二位大人可否将我们的条件写在奏书里，上奏皇上？这个自然，这么大军国大事，我们岂敢自传呢？不必上奏，连我这一关都没过，怎可上达天听？你们还有后退的余地吗？没有后退的余地了。下官等行前，延平王和摄政公特地嘱咐，哪条都可以商议，唯有依藩属国列一条，不可退后半步。那还谈个屁！你是来下最后通牒的吗？休要用这种方式来缓冲，做苟延残喘之计。我告诉你们，我们已在几个港口布下了几万兵马、几百条兵船，我们有能力渡海平台，把你们打得一败涂地，永世不能翻身。赶快回去吧，我们马上就要打过去了。好好的想明白，不要玉石俱焚。你们若是做不了主，就赶紧回去向你们延平王禀报，或降或不降，尽早回话，我们自有对付的方法。那好吧，我们只好回去了。告诉你们延平王，还有那2根台柱子，下次谈判，找一个能代表你们延平王的人来。狭路相逢，唯让势力，退一步，海阔天空。狭路相逢，不是让，是勇者胜。别忘了，令郎和姚大人的恋爱都在台湾，二位大人为他们退一步半步，也不是大雅吧？不要威胁我！你们用我的儿子做人质，无非是想再开杀戒。我施琅的头上早就悬着一把剑，我若胆怯，早就力主投降了。回去告诉你们的延平王，别打错了算盘。石大人，如今进兵，已无后顾之忧了。皇上10月初8的上谕口气，与你回答台湾使臣的一模一样。台湾贼寇，俱系闽地之人，不可与藩属国相比。说不便马上派人往台湾去招抚，我看姚大人再不会幻想以府为主了。姚大人已备好了人选，叫黄朝用，是远来台湾的投降人员。目前姚启圣所以没让黄朝用马上动身，主要是他看我已率水师集结于平海铜山，立马就要进剿，也许他是要看我出师的胜败，
再做决定。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拿下澎湖再说吧。看来施琅在几位大臣心目当中，真是罪孽深重啊！战船损失多少？战船无一损失，将领士卒有无伤亡？将领士卒无一伤亡。他甚至不惜把咱们的台湾出卖给外国人。我想跟他一起死。台风与敌我双方都是公平的，狭路相逢不是让，是勇者胜。